这是内地不敢拍的超大尺度限制级电影，七旬老汉狂杀18名花季少女，残忍折磨7天后再肢解抛尸，凭借完美的作案手法，却能逍遥法外20年之久。然而其背后的结局，更是直接震碎8亿人的三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钓鱼佬在海滩上发现一具新鲜的女尸，于是警方快速出动，并派出上百名警力开始地毯式搜索。在一个黑色塑料袋下，发现了死者被肢解的头颅，而经过对比，那正是失踪17天的高3女孩李美珍。她的眼睛还睁着，好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留恋。之后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警方也终于凑齐了美珍所有的尸块，而经过法医检测，美珍并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死亡时间应该在48至72小时前，并且生前曾遭受过非人折磨，全身关节都被人为扭断，脚脖也被手术刀割开一个大口子。关键这些全是美珍在活着时所经历的。这个结果让警察听后全都不寒而栗，他们无法想象究竟是多么残忍的人才会对一个妙龄少女做出这种残忍之事。而之后在分析案情的时候，组长老郑提出了心里的担忧。根据凶手专门虐杀人的手段来看，美珍应该不是第一个受害者，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听到这话后，所有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老郑作为警局内业务能力最强的人，他的话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重视。而即将升迁的科长听后也马上下令，这个案件将由1组2组合并调查，在媒体还不知道具体细节前，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将凶手抓捕归案。而他这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合并，却让1组和2组较上了劲。毕竟1组的老郑和2组的老韩，两人全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科长的位置。散会后，老郑带着搭档来到教堂，他们查到美珍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看着眼前如此神圣的地方，老郑心里充满了担忧美珍的死真的会和教堂有所牵扯。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神父在看到老郑的一刹那，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跑。当老郑一路追着来到神父的房间，发现他正拼命地往嘴里塞着东西，老郑果断出手，一拳打在神父肚子上，从他嘴里将一张照片抢了出来。而照片上的人赫然正是死去的美珍。更让老郑愤怒的是，此时地板上散落了一堆年轻女孩的照片。这一刻，老郑气得浑身发抖，无法想象眼前人畜无害的神父心里究竟住着一个怎样的野兽。很快，神父就被带回审讯室，而经过调查，神父果然不是什么好人，曾经在读医大时就侵犯过一名女同学，并且警方还在神父房间发现重要物证，那正是死去美珍的贴身内衣。然而面对这种种证据，神父却拒不认罪，反而说是美珍一直在骚扰他，而美珍失踪那天之所以去教堂，就是为了向他表白。第二天，老郑就接到消息，神父竟然被老韩给放了。当他愤怒地开车来到警局，却在门口看到神父竟然被美珍爸爸一刀捅在了腹部。虽然神父并没有死亡，但也因此不用再面对接下来的审讯。这一刻，老郑是真的怒了，他气势汹汹，找到老韩就要大打出手。好在被周围的同事及时拦下，而之后在老韩的解释下才知道，那个内衣是美珍寄给神父的。他们已经找到了快递单子，也就是说，昨天神父说的都是真的，是美珍一直在骚扰他。还有神父当初从医大退学，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晕血症，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是杀害美珍的凶手。案件到这里似乎陷入了死胡同，因为教堂是他们掌握的唯一线索，现在也彻底断了。而就在当晚，老郑郁闷地练枪时，事情却突然迎来了转机。一个线人约老郑见面，说他曾在毒窝见过美珍的身影，当时美珍是被一对父子带走的，并且线人还将那对父子的住址也告诉了老郑。得到这一重要线索，警方马上开始对毒窝进行布控，并很快掌握了那对父子的情况。他们居住在这栋楼的503房间，儿子崔敏智36岁，几乎足不出户，全靠74岁的父亲老崔捡垃圾养活。并且根据调查，这对父子上个月的用水量竟然高达200吨，而且他们名下的一辆厢货车内，警方也发现了血迹反应，并且血型还不止1、2种。因此老郑推断，这必定是一起连环杀人案。虽然掌握了这一重要线索，但警方却根本不敢随意去抓人，因为那栋楼里住的全都是穷凶极恶之徒，毒贩有帮派成员，还有非法滞留者。一旦贸然冲过去抓人，容易引起误会，那很可能就会陷入混战。因此科长下令让老郑负责此次行动，并特意交代不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然而就在抓捕行动当天，还是出现了意外。因为有帮派成员在楼上放哨，所以老郑迟迟没有下达行动指令，甚至为了不打蛇惊草，当看到老崔出门捡垃圾时，老郑也没有下达抓捕命令，因为他认定凶手肯定是崔敏智，老崔很可能只是一个包庇犯。然而就在大家等待合适的抓捕时机时，另一边的老韩却等得不耐烦了，也不知
知是为了抢功，还是为了给老郑难看，老韩竟然二话不说直接走下了车，然后摘掉耳麦，一个人便朝毒窝走去。女同事看到后，一边劝阻，一边也跟着走了进去。这一幕瞬间打乱了老郑所有的计划。他用对讲机愤怒地叫着老韩，但此时的老韩根本听不到。最终无奈的老郑做出一个决定，命令所有成员全部出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凶手抓获。老韩一上楼就被放哨的人拦下，他二话不说直接动起了手，这一下瞬间捅了马蜂窝。整栋楼的人全部出动，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不要命似的和警察混战在一起，场面也瞬间失控。但好在特警队及时增援，才最终将这场动乱镇压。而老郑几人则快速来到，502一锤砸开门把手，随后便举枪冲进了屋子。然而令几人感到意外的是，面对警察的枪口，崔敏智却异常的淡定，竟然不紧不慢地包着花生往嘴里塞。当听到让他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身高2米2的巨人也非常配合，甚至还主动举起了双手。只是他脸上那若有若无的笑意，无不表明了他对眼前几人的嘲讽。但此时老韩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准备给崔敏智戴上手铐。也就在这时，一边突起崔敏智竟然一把抓住老韩，然后将他举了起来。旁边人看到后急忙过去解围，哪成想崔敏智突然转身，趁机又抓住另一名警察，推着他疯狂地一起撞向窗户。这一幕看得老郑目瞪口呆，因为死去的正是他最看重的一个后辈。老郑开始疯狂地在房间内寻找，他一定要找到崔敏智犯罪的铁证，为死去的同事讨要一个名分。最终在一个柜子里，老郑发现一处暗门，只不过当他打开这道门后，里边的场景顿时让他呆立当场。漆黑的房间内充满恶臭，柜子上随意摆放着人体残肢，一排带血的铁钩，一堆麻绳，地漏那里全是头发和指甲，整个房间就好像一处人间炼狱。而当老郑看到桌子上摆放整齐的录音带，他走过去好奇地按下录音机的开关，紧跟着女孩凄厉的惨叫声就传了出来。老郑震惊地回过头，盯着旁边布满血迹的影子，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受害者坐在那里，绝望无助地等待死亡。而那个凶手崔敏智正如野兽般在旁边带着笑容欣赏。这一刻老郑难受得想哭，他无法想象这个房间里究竟死去多少人，才能让录音带摆满桌子。而几天后，法医妻子就给出了他答案。根据对房间内的血型检测来看，死去的不会低于30个人。与此同时，他在对崔敏智尸检时，发现崔敏智身上布满伤疤，而且那些疤痕至少是20年前的。通过那些疤痕不难推测，崔敏智很可能是从小就遭受虐待，关键他的2个手臂都严重烫伤，影响了肌肉神经，根本无法拿手术刀做精密的切割。所以妻子提醒老郑，会不会一开始他们的方向就是错的？离开法医室后，老郑满脑子都是妻子刚才说的话，而他脑中那个犹如野兽般的崔敏智身影，恍惚间又变成了老崔的样子。而事实也真如妻子猜想的那般，2天后科长拿来了鉴定科的报告，真正的凶手不是崔敏智，而是还没落网的老崔。这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得知消息的死者家属堵在警局门口抗议，要求警方必须尽快抓到凶手。而警方迫于压力，也快速召开发布会，由负责此案的老郑出面，宣布开始全国通缉老崔，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真凶。而老郑不知道的是，此时老崔看着电视中他的样子，眼神瞬间变得凶狠起来。2天后的一个晚上，接到加班电话的老郑匆匆离家，完全没注意到走廊尽头那犹如幽灵般出现的老崔。他来到老郑家门口，用干扰器打开密码锁，走进屋内，拿起老郑妻子的衣服放在鼻子下，贪婪地深吸一口，然后打开音响，将音量调到最大。歌声吸引了正在洗脸的老郑妻子，她小心翼翼地来到客厅，神情紧张地环视一周。起初并没有发现异常，只是当她扭头准备离开时，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一盒注射器，这让她顿时意识到了不妙，于是抓起手机就往门外跑去。但此时一切都晚了，老崔已经把她当成了猎物。当时间来到第2天，一名老人来到警局报案，声称在朋友的宠物医院看到了通缉犯老崔。经过再三确认，确定老人没有认错后，警方迅速出动。而在宠物医院附近的老郑最先赶到，他小心翼翼地在屋内寻找，殊不知老崔已经悄悄来到他的身后，并且举起了手里的针管。不过好在老郑反应够快，他一把将老崔推倒，然后又抓起来狠狠摔在柜子上。
很快老崔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毕竟那么大的年纪，面对老郑他也只有挨打的份。然而这看似毫无悬念的抓捕，却因为老郑的突然瘫倒而出现转机。原来刚才打斗过程中，老崔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将针管扎在了老郑的大腿上，而药效也在此时发作。这种真是肌肉松弛剂，老郑的肌肉会渐渐麻痹，直到药性进入器官，那时老郑将会连呼吸都困难。此时老崔感觉胜券在握，从兜里掏出录音机，按下了开关键，而里边播放的正是老郑妻子被虐杀时发出的惨叫。这一刻老郑彻底崩溃，他不敢想象妻子临死前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折磨，才会发出这种犀利的嚎叫。而在这种声音的刺激下，老郑双眼发红，竟然挣扎着奇迹般的站了起来。他找到老崔，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这也许是他能为妻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当老韩赶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老郑一头栽倒的画面，只是他盯着老郑看了很久很久，谁也不知道他此刻想的是什么。故事的最后，老韩如愿当上科长，而一名女同事在临走前对着老韩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응급처치를 했으면 살 수도 있었다고 하더라고요. 这句话瞬间将老韩的思绪拉回到那天晚上，原来他早就到了，并且目睹了老郑中毒是痛苦的样子，但他并没有及时施救，反而是等到了最后一刻，老郑一死，科长的位置非他莫属。这一刻，他将自己心中的野兽释放了出来，正如电影的名字《野兽》，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头野兽，只是看主人何时能把它释放出来。